當我看完阿瑪的情書，我想起了這個奶奶。你想拱北？想。我是孙春龍，一個打掃戰場的人。她叫杜虎珍，19歲時嫁給了小她3歲的同村青年黃俊夫。新婚半年，黃俊夫到了貴州煤炭參軍，夫妻聚少離多。1943年，杜虎珍也到了軍營隨軍。沒多久，杜虎珍懷孕了，在軍營無人照顧，黃俊夫將妻子送回了家。4年兒子黃發昌出生，家中的喜悅還沒有消散。黃俊夫的母親驟然病逝，黃俊夫急匆匆地回家奔喪。料理完喪事，他對妻子說，他想去遵義參軍。日軍在8個月連下洛陽、長沙、柳州、桂林，直逼貴州獨山。他覺得他應該要去前線保家衛國。杜虎珍理解，她替丈夫收拾好行李，送丈夫出征。臨走前，黃俊夫親了親還在襁褓中的孩子，告訴妻子等趕走日本人，他就回家。沒想到這一別就是一生。丈夫上了前線，杜虎珍白天做農活，晚上織布編草鞋。她覺得照顧好家，照顧好孩子，便是對丈夫最真切的支持。1945年8月，抗戰勝利的消息傳來，村裡也敲起了鑼鼓。杜虎珍卻高興不起來，她的丈夫黃俊夫還沒有回家。她常常帶着孩子去村口等，希望有一天丈夫的身影能出現在眼前。這樣焦急又心慌的日子持續了將近1年。1946年，杜虎珍收到了一封從廣州寄來的信，寫信的正是失蹤已久的丈夫黃俊夫。信中說他在廣州的一家藥店謀生。杜虎珍懸着的心終於放下，她最害怕的是丈夫死在戰場上，能活着對她來說已經是天大的好消息了。黃俊夫的信斷斷續續的寄來，地點也在變化。杜虎珍知道丈夫是一個有決斷的人，雖然想念，但也不想束縛丈夫。黃俊夫最後一封信是1952年1月15日從馬來西亞北婆羅洲寄來的。他在信裡寫道：虎珍，有本月接到你一封航空信，因家中困難一事，使我悲痛萬分了。余老遠寄，身在外國，是有3對不起：让對不起長嫂及岳父母大人，次對不起你在家中孤獨守活寡，再對不起侄男女及發昌子不得照料，家庭責任由你負擔一切，是我萬分對不起你的，還請你寬心忍耐暫時，總有相會之時。發昌子的求學問題，不論家中怎樣困難，你可叫他求學為上，因於在社會吃虧不少，是不曾深學問的關係。在信的末尾，黃俊夫說：我常夢見你由煤炭把發昌用手抱返家來，於夢中得見還不滿1尺的小孩，你叫我怎麼不念他呢？所以他相片一張，已是究竟有多大了。唉，我的好姐姐，紙短情長，一言難盡，怎不使人依依呢？信詞擱筆，在外爱的俊夫上，隨信一起寄來的還有一張女子的照片，信中也沒有提及是誰。女孩扎着麻花辮，明亮秀麗。丈夫為何寄一個女孩照片？杜虎珍充滿了疑問。她趕緊回信，但是再未等到丈夫的回信，丈夫沒了消息。村裡人見杜虎珍一個人拉扯孩子辛苦，勸說她改嫁，但她不肯，因為丈夫在最後一封信中說，總會有相會之時，她相信丈夫會回来。日子一天一天過，孩子一天一天長大，杜虎珍被常年的勞動壓彎了腰。1978年，兒子黃發昌成為了鎮中學的老師，父親在外不歸，母親辛苦地養他，供他上學。他在心中默默埋怨着，他想父親就算不回家，也應該給母親一個交代。這個念頭讓他覺得一定要替母親找到父親。1987年，兩岸開放探親以後，聽說當年和黃俊夫一同出征的老兵朱昭明從台灣回到了貴州老家，還出資為家鄉修建了公路。黃發昌幾經周折，聯繫下對方，一心想打聽父親行蹤。朱昭明回信，他也不知道黃俊夫的去向。失落的黄發昌無意間在家裡老房子的閣樓上找到了母親的嫁妝箱，裡面有杜虎珍結婚時的嫁衣和首飾，黄發昌幼时的肚兜、馬甲，讀書時得到的各類證書和獎狀。
一頂黄俊夫結婚時戴的原帽和一張由遵义县人民政府侨務办公室发出的证明，上面写着黄俊夫在1950年定居馬來西亚，後由馬來西亞迁至新加坡定居。當他翻到箱底，看到了父親給母親寄回的一封信時，飽含思念與愧疚，還有對他的愛。這是他第一次真切感受到父親的存在，眼淚模糊了他的眼睛，他終於知道為什麼母親總是一個人躲在閣樓默默哭泣，也終於知道為何母親守着老家的房子不讓修，原來是怕父親回來不認識家了。這是我們家的老房子，已經有100多年的歷史了。如果有一天爺爺回來的話，看到還有老房子依舊存在，能勾起他的回憶。以前真的沒有不知道，認為他是拋棄我奶奶就自己走了，又認為他是瞧不起。今天看來他還是很在乎我奶奶還有他的孩子。他為什麼沒回來，可能是因為身不由己。黄發昌發動全家人一起尋找黃俊夫的下落，在網上發帖聯繫各地志願者組織，新加坡萬事通也發布了尋人信息。馬來西亞華僑、新加坡志願者、各地的關愛老兵組織和媒體多方聯動，親赴南洋打探，但黃俊夫像一滴水落進大海，再也沒有蹤跡。2019年，黃發昌想給全家人拍一張全家福。杜虎珍從箱子裡拿出了那頂丈夫同她結婚時的原帽，孩子們把帽子放在椅子上，杜虎珍坐在旁邊。這張照片也成了杜虎珍一家唯一的全家福。後來，孫女在奶奶杜虎珍的耳邊問她：“你想拱北？”“想。”杜虎珍含着眼淚，輕輕點了點頭。丈夫的模樣早已模糊，但是情誼卻絲毫沒有改變，她守着這份真情，等待着一個看不到蹤跡的人。2022年，黃發昌離世，窮盡一生她都沒能幫母親找回丈夫，幫自己找回父親。2025年，時年103歲的杜虎珍也在睡夢中離世。丈夫最後寄回的那封信裡，那個女子的照片，她琢磨了一輩子。年輕時想知道她是誰，後來釋然，只想知道丈夫還活着嗎？即便她在外面另成了家，她也能理解。可這個答案，她到死也沒等到。與黃俊夫有關的老家，只剩下了那間杜虎珍為她守了一輩子的老宅。孫女在杜虎珍的訃告裡說，他們會繼承奶奶的遺志，繼續尋找奶奶沒等到的答案，她要替奶奶找回來。當我看到這封訃告，我立刻聯繫了他的家人。這場尋找，我們會陪他們一起走下去。安滿了情書裡，書柔至少收到了丈夫的來信，還有一個陌生女子的善意，而杜虎珍連這樣的善意都沒有。空等80年，那根線終究沒能再續。如果黃俊夫還活着，今年103歲，他知不知道貴州老屋裡有人等了他一輩子？知不知道他們的兒子帶着遺憾離開了人世？懇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華人朋友一起轉發擴散，幫忙尋找老兵黃俊夫或其後人。這場漫長的守望依然在等待一個結局。